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场俄乌战事，现在是有一个今天的内幕了。今天要来关心就是俄罗斯的情报局，他这边特别指出，英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密谋一场叫做类似当时的委内瑞拉的这个假旗行动哦，指控美国的这一场假旗行动怎么一回事呢？在俄罗斯的内部有一个情资显示，现在伦敦准备要组织一支这个假冒的俄国小队，对这个欧洲的港口跟民用的船只来发动恐怖攻击，而且最恶毒的是，在这一场恐怖攻击发动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来揭发这个现场的状况。那英方是计划说要公开揭发这支部队，并且宣告这些人都是听命于俄罗斯的。除了要陷害俄罗斯之外，英国还准备呢，在这个揭发的现场要摆出中国制的水下设备。意思是什么呢？在揭发现场不只是揭发俄罗斯，他说还要揭发中国有暗助俄国，挑起中西方的全面冲突。那大家就说，这样的剧本怎么很像委内瑞拉先前指控美国的这一场假旗行动，现在直接用在俄乌战场了吗？厉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要看欧洲这几个国家各怀鬼胎。我们昨天都看到这个波兰还有北欧三小国来讲的话，大力的抨击德国的前首相梅克尔夫人，说他这个梅克因为讲了说是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有波兰必须要负责任。其实这三个国家在他立场很简单嘛，就是你乌克兰先打嘛，你在前面当盾牌，我在后面才会比较安全嘛。如果说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他自己变成站在第一线，他当然要把乌克兰拉进来嘛。那德国跟法国又抱着另外一种想法，德国来讲的话，希望用到俄罗斯的天然气可以比较便宜，那法国在中间是不置可否。那后面最坏的是煽风点火的国家，因为隔个英吉利海峡，这个英国他认为战火不会烧到他身上，所以他不断的在用拱火烧火。那这次来讲，我觉得英国制造这种假旗行动，就是希望这把火越烧越大。目前看起来不管是这个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大家都希望往和平方向走。那和平如果一旦真的停战的话，谁最有利？就是这个谁最不利？我觉得英国最不利，他想要拖垮俄罗斯的阴谋就没办法得逞嘛，所以他希望在看到有可能有机会和谈的状况下，他继续要煽风点火，让这火继续越烧越大。然后，但是他不只是要栽赃中俄我觉得他是要把美国拉进来。那很明显就是现在就是美国如果拉进来的话，当然对欧洲来讲的话，安全上面更有保障但是我相信川普也不是傻子，他大概也看得出来，所以他也不会被拉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俄乌战争可以看出来，欧洲各国自己在各怀鬼胎，而不是有一致的对抗俄罗斯的观念一致的想法。我觉得是各怀鬼胎。那英国这次很明显的是一次假行动，他目的其实不是要栽赃中俄，他是要把美国拉进来。好，所以英国拉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跟中国进来，还希望把美国一起拉进来。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行动？其实上一次北溪2号被炸，不也就是刚开始有这样子的做法吗？想要把栽赃给就是俄罗斯。这一次英国如果说被这个揭发的是一种假旗挑衅行动的话，那我觉得不只是可能会把美国拉进来那最重要的是他这种耍小聪明，然后呢，结果造成整个区域更加紧张，说不定真的会发生区域的大战也不一定啊。因为你这样子的一种情报行动很容易就被揭穿，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这种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那将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飞弹的攻击？那形势一定会升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国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让战争扩大，否则的话，俄乌战争将来变成整个欧洲的战争，大概都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谢谢杨老师。那大使怎么看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最近欧洲发生的一些事情跟这个假旗行动就有一点点相似所以俄罗斯才会这个发布这个消息。我说相似，就大概2个礼拜前。波兰突然说有19架这个无人机进入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了这个波兰境内，那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气愤，反应非常的强烈。那当然俄罗斯他们后来就是说没有多久他们就出来说明，他说不是他们的无人机，而且呢他认为是从乌克兰境内飞过去的，不是他的无人机。那他提出个建议说，
那这样我们成立联合调查小组来调查一下这个飞机到底是谁的，这个无人机到底是谁？就乌克兰方面就没有声音了，这个波兰方面就没有下文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声音，没有后续了。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波兰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跟这个北约的盟国签了一个协定，让北约像法国啊，像这个丹麦啊，他们的部队可以直接进入到波兰境内。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去怀疑是不是波兰政府要想让欧洲其他国家的部队进驻到波兰，那么制造一些事件，表示这个情势很危急，让波兰内部比较强烈民族主义，不愿意有任何外军进驻波兰的这些声音把它压下去。那所以就变成制造了这一个，如果属实的话，如果确实是不是俄罗斯的飞机的无人机的话，那也就是一种某种形式的假旗行动嘛。对。不过这个英国这个假旗行动的话，看起来那是更是这个怎么讲呢？他的目标更多，他的除了要俄罗斯负责之外，他要把中国大陆也要扯进来。那不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这些人被抓到了，或者这种情况因为他要去攻击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的港口或民用船只的话，那这些国家他不会知道的。那你去攻击的时候，这些可能就会造成这些假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勤部队那被抓住。那如果消息泄露的话，那就对英国来讲的话，他的阴谋就曝光了。所以在执行上也不是这么容易啦。不过这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尔虞我诈的这种事情真的是会发生的，不是只有小说在讲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乌战争持续当中，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英国可能制造这个假旗行动之外，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灰色战争也正在的发生当中。那同样也是欧盟说的，他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不明的无人机接连闯入在欧洲的领空，构成了这个叫做混合战的一个威胁，目的就是要动摇欧洲社会削弱援乌的决心。所以他甚至呢已经准备授权警方可以直接击落他们说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俄军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欧洲的说法也开始试探边缘的测试，米格31是直接侵入到爱沙尼亚的领空。那南方周末是这样子分析的，他认为这是俄罗斯经过有一个比较精密设计的战略威慑行动，目的就是要去挑战的是波罗的海3国，因为这个是俄军挑中的软肋因为这些国家的空军很薄弱，那长期都是靠着北约在做支持的。俄军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测试，看看你北约会不会有所反应呢？会不会反应的速度又有多快呢？那还有你的盟友到底有多牢固等等，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俄罗斯他考量的3个，第一个就是对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不管是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还有拉脱维亚也好，做一个战略的施压。战略的施压也兼对了这个对他们对乌克兰支持的战略牵制，把你牵制住，不要太充分的去支持乌克兰。最后面呢，我认为是一个战略警告，就是大家所强调的军事威慑，是这个样。他现在派了这个3架的米格313架飞到我们想说的爱沙尼亚的这个它的小岛的上空通过，那这小岛上空也是领空啊，就这样，就是警告意味，你们这个3个小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本来在1990年是俄罗斯，那时候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它是加盟共和国，后来出去了，出去之后在2005年加入欧盟，又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变成北约东扩。本来那时候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现在结果你跟俄罗斯搞敌对了，跟我开始叫板了。你这个3个小国家小朋友要听话。我们随便讲一个那个立陶宛63000平方公里，但是问题是它只有280万人口啊，就跟俄罗斯这样叫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战略施压、战略牵制。那将无人机过去、米格机过去之后呢，哎呦，我们这边好像也没那么平静哦，专心搞你们国防吧，对乌克兰这方面的支持就降低了。武器装备也不能都给乌克兰，我们这边也蛮需要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所面对乌克兰这方面的压力就小了，那俄罗斯就可以大举的向其进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俄罗斯它有这个战略的棋局的盘算，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也乖了一点，因为他要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国防，做自己的备战了。那乌克兰在这边受到的西方国家对他的应援也有限了。
为什么？你们当初都很挺我，没有，我们不能太挺你，太挺你的话，我们面对俄罗斯压力就很大。对，是只有具有这一方面的，因为这是战略规则的一部分。那俄罗斯在这方面，它不可以没有这些动作。如果没有这些动作的话，那这个波罗的海三角国也包括了我们讲到的北欧三角国，通通过来，都能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哦。所以我们知道俄罗斯这个棋局，它是经过精心的算计来做这方面的行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无人机做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叫做一个袭扰乱而已，另外会有战机通过，那也是做一个牵制，那这样的话对那俄罗斯看它是个地缘战略，尤其是乌克兰战场上，它有这方面的布局。好，谢谢张将军。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